今天早上起来，我兴冲冲的把有些我觉得很有趣的问题或者话题给做个截图，准备在今天视频里和大家分享。做的正开心的时候，突然就看到了 B 站右边的推荐列表，上面一个视频是我，下面一个视频是大耳朵。看这个还不到它零头的播放量和刚到它零头的弹幕数量。啥也不说了，咱们还是轻松的一期 Q&A。 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可以再讲讲 iPad 14.1英寸的内容吗？首先再讲讲，其实我印象里我好像没讲过这14.1英寸，但是也可以看到最近关于14.1英寸其实消息是比较少的，这也就大概率说明了这次9月份的发布会或者说10月份的发布会能看到它的概率应该是下降了，因为往往这种时候就是真正会在发布会上出现的产品就会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版面。那为了这个问题，我也特地去看了一下，现在主流的消息是在明年的上半年有可能看到14.1英寸，意思就是10月份发布正常2款规格的 iPad Pro， 明年的上半年苹果会继续发布一款14.1英寸的M2 iPad。 根据苹果的进度OLED 的屏幕也不会在明年就跟我们见面，而且 Ross 杨说这款产品可能也不会用上 Mini LED， 而是 LCD 屏幕。他甚至还表示这款产品可能最终不会上市。It's possible that product may not come after all. 那具体别的有没有跟另外2款规格比较不一样的功能呢？目前没有特别多的消息，然后到明年年初的时候肯定相关的消息会渐渐多出来，如果真的会在上半年发布会和我们见面的话。第二个留言是他在说你都不确定还爆料。其实类似的留言我也收到很多了，他们都觉得你这个都是胡说，都是完全没有依据。首先不要说我了，就是说那些在供应链里面深耕几十年的，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八哥们 Ross 杨这种人，他们都不敢说自己的这些消息是100%确定的。但是这也不能就说明他们就全是信口胡诌，因为他们在这个供应链里面工作，他们有自己的消息来源，他们一定是看到了某些消息，而且是在他们比较可信的情况下他才拿出来跟媒体们分享的。那我之前也看过 Ross 杨的采访，其实他在采访里面他表现得非常严谨，他只对于自己知道的消息表达自己的观点。 And we haven't gotten as much reconfirmations as we'd like, so we did hear it from at least one company, but we'd like to hear about it from more. It's possible that 而对于他自己并不确定的消息，主持人怎么问他，他也是回答我不知道，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we don't know if it's got flat edges or flat shape, or we don't have visibility into that. 像这些比较有自己声誉的，这些在供应链里面混迹了几十年的，不会随口乱说当然有些那些不是很负责任的自媒体，他们可能是自己瞎编，大 V 们的爆料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下一个朋友的问题是，看了一下时间，为什么穿毛衣今天我就没有穿毛衣了。解释一下，因为穿毛衣是因为我在的城市墨尔本之前是冬天，家里空调又坏了，所以这个录视频的时候我又不想穿的太多，让大家觉得整个人的形象很臃肿，所以就穿着毛衣给大家录那今天没穿毛衣是因为马上春天了，所以这个温度就一下子升上来了。基本上每天18、9度、20度的温度，在白天还是挺暖和的。下个问题，手持 iPad Pro 2020有必要更新2022款吗？把另外一位朋友的回复也截下来，因为他的回复就代表了我想说的话。设备更不更新主要取决于你够不够用，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每次有新的产品出来，大家都会问就是这个新的产品我要不要更新它，跟我手头的比值不值得更新。那其实首先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人他一定是想换的，但是他其实并没有考虑过自己是不是真的对于新机器有需求，纯粹就是出于我们人类的这个追求更好的东西的一种这种天生的本能吧，可以说所以他就会想问是不是可以换。那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如果你预算够，你想换，你当然可以换更好的，完全没有问题。即使是说你没有这么强的需求，性能对于你来说过剩了，但只要是好的东西，你想用最好的，你钱够，换它就换它，完全没问题。但是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每天这个工作生活压力已经很大了，对吧？这个支出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那在这种时候出了一款新款，你是不是一定要换它呢？我觉得倒也不是一定。首先，如果你
没有这个需求的话，你手头的设备能再坚持用的话，我觉得其实继续使用手头的设备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就是一个比较更合理的想法。当然，如果你很确定你需要这样的需求，甚至你是需要一个新设备来为你创造你所需的生产力，或者说就是给你这个职业挣钱的，那理所应当你应该换它。就像我个人来说，我每年换 iPhone 其实也是为了能够给大家做视频，做一些评测和使用体验。所以对于我来说，新出的手机功能倒不是我100%需要的，而是出于我这个UP 主的身份，我需要用它来为大家制作更多的视频。下个问题，10月份买 iPad Pro 2022肯定没有教育优惠了，对吧？对也不对啊，其实你也可以等到明年的教育优惠嘛。开玩笑，我觉得他在这边想说的应该是那个返校优惠，因为教育优惠其实全年都有，只要你是学生或者教职工，你每年任何时候都是可以享受这个教育优惠。教育商店里面的这个折扣的。那返校优惠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每年国内时间的这个暑假的时间，在你教育优惠的基础上，返校优惠还能给你赠送一个耳机，或者说你加一点钱，你甚至可以选一个更好的耳机。但是一般我刚刚也说了嘛，是在暑假时间，所以10月中旬的甚至下旬，如果才出这个 iPad Pro 的话，那肯定是赶不上今年的返校优惠了。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或者说你想等的话，在明年的教育优惠购买今年的 iPad Pro 也是可以的。不过到明年你可能会纠结，哎呀，我是不是该买2023了呀？那就得等到2024再买了。那等还是不等，就看你自己了。在我最近出的一个视频，就是关于苹果这个超前瞻发布会的视频下面有很多人留言了，他们觉得 AR、VR 眼镜就是苹果眼镜是称得上超前瞻或者说前瞻性的。其实我做那期视频的时候，我自己也想到了苹果眼镜，如果真的出的话，那绝对配得上超前瞻。但为什么我没加到视频里，就是因为现在对于这个产品的消息实在是太少了，几乎为零。当然不能排除说库克是为了这款产品对它做了非常非常非常严格的保护。以至于到目前完全没有说有他会发布的任何一点消息，但是理智告诉我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太低了。那另外一个产品我想提到的，也就是 Mac Pro， 但是我也没有提，也是其实是相同的原因。因为 Mac Pro 在我理解中，它至少得用上一块 M2 Ultra 或者说是 M2 Extreme 这样级别的芯片，才配得上它这个档次。但是大家想一下。M2 才出，现在连 M2 Pro 和 Max 的 MacBook 都还没影呢。这时候如果出 Mac Pro 的话，那它搭载没什么芯片呢 ？M1 Ultra 这已经用在 Mac Studio 上了呀。然后 M2，但这个芯片它性能又实在是配不上 Mac Pro，所以我也没有把它加到那个视频里面。其他还有一些大家的留言，其实我也看到了，像有人希望我多讲讲在墨尔本生活的风土人情，但是这些话题我觉得都太大了一些，好像很难在就是这样一期回答很多问题的视频里面做出一些回应。所以我想如果还有人问更多类似的问题的话，我可能会把它集中在一块儿，然后在将来做一期更和这些问题相关的视频。那今天的 Q&A 的视频就是这样。那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